无畏曲折迷离，K 姐一起探秘。大家好，我是 K 姐，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要来聊一个争议比较大的理论，就是说外星人干预了人类的进化。那为什么有的研究学者会这样认为呢？1859年，在 DNA 发现的近1个世纪之前，英国生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在他的著作《物种起源》中提出理论说，所有的生物都是自然选择的产物，适者生存是不变的法则。如果物种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就会被淘汰掉。也就是说，各种生物在经过了数百万年的变化后，才有了今天。后来科学家们发现的化石似乎是符合达尔文理论的。然而即使是达尔文本人，在他的《物种起源》的最后一章里也承认说，有的东西用进化论是不能解释的。在今天，随着科学的发展，达尔文的许多理论和假设被发现是不正确的。有研究学者说，如果物竞天择是物种进化的唯一的因素，那么为什么在所有的物种当中，只有人类显得如此独特呢？比如，我们没有看到海豚造车，我们也没有看到大象建造房屋，其他的动物都没有像我们人类一样进化到如此先进的程度，这是人类绝对不同的地方。但问题是，为什么会这样呢？达尔文的物竞天择理论都蕴含着一个主要的观点，即所有现存和已灭绝的生命形式都是起源于同一个共同的祖先。换句话说所有的生物都是彼此相关的。当然，这个观点呢，听起来有点让人难以接受，因为地球上的物种千差万别。比如说我和一条鱼有着共同的祖先，这可能会觉得有点不舒服但是很明显，不同的生物之间似乎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而这个鸿沟正是科学家们一直在寻找的缺失的环节。首先，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目前还没有找到这个缺失的环节。虽然黑猩猩是与我们最接近的现存亲缘物种，但说人是由猩猩变的，其实是错误或不严谨的说法。相反，你可以说我们与他们在几百万年前拥有共同的祖先，后来我们与他们就开始了不同的进化之路。所以说，我们是从黑猩猩进化而来的可能性几乎为零。那人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加里诺兰是斯坦福大学非常有名的遗传学家，通过他多年的研究发现，每隔60万年 DNA 的复杂性就会翻一番，所以他们一直在回溯它最初开始的时候，直到它不能再翻倍为止。结果推算出来，我们的 DNA 居然是起源于90亿年前。但是我们科学界公认的地球有多老呢？却只有45亿年。所以这 DNA 的年龄居然是地球年龄的2倍。这个结论与诺贝尔奖得主克里克的发现不谋而合。众所周知，1953年，弗朗西斯·克里克发现了 DNA 的双螺旋结构，并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但20年后，克里克又一次因为 DNA 而震惊了整个科学界。他通过20年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人类的 DNA 太过复杂了，不可能在地球45亿年的历史中进化出来。克里克很快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我们人体内极其复杂的 DNA 是不是来自地球之外呢？是否有一个智能生物将人类的基因注入到了地球？克里克相信人类的进化有着某种外星力量的干预，于是他撰写并推广了这样一种观点。他说，人类的 DNA 有可能是从另外一个星系而来，也就是说，各种形态的微生物存在于全宇宙，并借着流星和小行星散播繁衍，这就是俗称的胚种论。有研究学者相信，不仅人类的 DNA 不是起源于地球，而且人类的基因还在进化的过程中被动了手脚，所以才会进化得如此之快。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中，进化这件事一直被认为是需要很长很长时间的，但事实证明这并不一定需要很长的时间。主流科学家认为，
人类 DNA 在数十亿年中缓慢地进化着。但在2007年，威斯康星大学的教授约翰·霍克斯对8万年前的人类基因进行了全面分析，并发现了一些惊人的事实。根据他的研究发现在过去的5000年里，人类 DNA 的进化速度大约是这8万年里任何时候的100倍。对霍克斯博士来说，这最根本的问题是，为什么人类会突然在历史长河中这短短的5000年里快速进化呢？有一些研究学者认为，这是因为有外星人在5000多年前对人类进行了基因改造，所以我们人类才会进化得如此之快，才会比其他的物种更加先进。说到这里，有人就会问了，如果真的是外星人改造了我们的基因，那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这基因真的可以人为编辑吗？1953年，克里克和沃森发现的 DNA 双螺旋结构，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科学突破之一。这一发现开拓了基因实验的一个激进的新时代。一种被称为 CRISPR 的 DNA 编辑方法，在 DNA 结构发现的60年后应运而生。那什么是 CRISPR 呢？这是由科学家杜德纳和夏彭蒂埃在2012年开发的。CRISPR 是一种基因编辑系统，它使科学家能够瞄准和修改单个基因，也就是说，他们可以把 DNA 的某一段进行切割和分离，以此来优化物种。这让人们可以有效地剪切一个序列，并粘贴另外一个序列。CRISPR 真是非常的强大，因为它允许 DNA 序列以所需要的方法进行人为的改变。通常科学家可以用这种方法来改良农作物，也可以用来对抗病原体，或者用来赋予疾病的免疫力。当然，它也可以用于其他的目的，比如把一个人的棕色眼睛变成蓝色眼睛，又或者把黄头发变成黑头发。从现在来看，人类的基因工程似乎是一个在未来很多年都不需要面对的问题，但事实上它已经发生了。2018年11月，中国生物物理学研究人员贺建奎发布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公告。他在一对双胞胎女性胚胎上使用了 CRISPR 基因编辑技术。当时，他为了让这对双胞胎对艾滋病毒免疫，而大胆地删除了一个名为 CCR5 的基因。尽管该手术取得了成功，但他在未经得授权的情况下，大胆地篡改了人类基因，而违反了中国法律明令禁止的以生殖为目的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活动。最终，贺建奎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万元。关于基因编辑技术，有科学家说，我们对人类基因编辑的长期影响还不够了解，所以目前还无法对人类进行这类操作。但单纯的就针对这些实验而言，他们证明了科学家们已经有能力扮演造物主的角色了。此外，在《细胞》杂志上发表的研究结果显示，如果一个人去除了 CCR5 基因后，这个人在中风后的记忆、认知能力和大脑的自我修复能力也会得到显著的改善。这些发现尽管在理论上很复杂，但事实却证明了人类的确可以通过改变 DNA 来促进人类的进化。我们不仅可以编辑 DNA， 而且还可以把已经改良的基因传递给下一代。这在今天仍然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所以话说回来，为什么人类会变成地球上独一无二有高智慧的物种，并进化得如此之快呢？而且 DNA 的年龄居然是地球年龄的2倍，这是不是说明 DNA 真的不是起源于地球呢？不仅提出进化论的达尔文无法说明这一点，连得过诺贝尔奖的 DNA 螺旋结构的发现者克里克也认为人类的 DNA 并不是起源于地球。难道我们真的是来自地球之外吗？一些研究人员认为，本来地球上的物种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后来所谓的神，也就是外星人来到了地球，他们发现动物中有一个物种很有潜力，这种物种就是猿类。于是他们改变了这个物种中一个族群的基因组成，
最终这个族群才进化成了拥有智慧的人类。也许我们的基因被改变，正是我们人类社会高速发展的原因之一。特别是在最近5000年，人类突然拥有了文字，而且进化还呈指数级加速。也许这一切并不是巧合。那外星人这样做，是否是想让我们成为和他们更接近的物种呢？